医生忠告，长期服用降压药要留意身上的几个变化，可别忽视。楚大妈今年64岁，是家里典型的操心人，什么事都要过问。3年前体检时，楚大妈被查出患有高血压，医生给她开了降压药，叮嘱她按时服药，注意饮食清淡，多运动。楚大妈嘴上答应的很快，可心里却觉得没那么严重，不就血压高点吗？吃药就好了，药倒是一直吃着，但楚大妈没改变平时的习惯。最近她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了，早上起来经常头晕，腿脚也有点肿，连以前散步都轻松的路，现在走起来也觉得喘不过气。楚大妈心里嘀咕，这是不是降压药的副作用，还是我身体哪里出了问题？降压药保命的另一面。降压药是很多高血压患者的常客，说它是救命药一点不夸张。可别小看这小小的一粒药，它不只是保命的工具，还暗藏着不少学问。如果药吃的不对，非但不能降压，还可能引来更多麻烦。不少人觉得，既然血压高了，吃药就行，可高血压不是感冒发烧，说吃几天药就能痊愈。这是一场持久战，降压药的任务是控制血压，让它别飙得太高，但它治标不治本，只是临时压住火头。如果你指望靠它一劳永逸，那就错得离谱了。有些人吃降压药喜欢随心所欲，今天觉得血压高了，赶紧吃，这种做法其实很危险。血压稳定并不代表高血压好了，而是药物在起作用。突然停药，血压反弹可能比之前更高，还容易诱发中风或心梗。降压药得长期规律的吃，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更不能自己随意减量或换药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降压药并非完美无缺，它有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，比如头晕、乏力，甚至引发肾脏问题。一些患者吃药后觉得没精神，误以为是药的问题，就干脆停了。实际上，这些症状可能是血压降得太快，或身体还在适应药物。如果出现不适，不是停药，而是要及时和医生沟通，让医生帮你调整剂量或更换药物。还有人会抱着多吃多好的心态，想着多吃点药，血压会降得更快更稳。其实不然，降压药的剂量是根据个人情况精确计算的，吃多了可能导致血压降得过低，反而伤害身体。低血压可不比高血压轻松。降压药悄悄改变你的身体。长期服用降压药虽然可以帮助控制血压，但身体并非毫无察觉。这些药物在压制高血压的同时，可能悄悄给身体带来一些变化。如果你忽视了这些信号，可能会埋下更大的隐患。有些人长期服用降压药后，可能会出现尿液变得异常，比如颜色发暗或尿量减少，这可能是肾脏在抗议。降压药虽然保护心脑血管，但某些类型的药物会对肾脏带来额外负担，尤其是有慢性肾病或肾功能不全的患者。用药过程中出现头晕、乏力等现象，往往让人以为是高血压引起的，其实它可能是电解质紊乱的结果。某些降压药会影响身体中的钾、钠等电解质水平，比如导致血钾过高或过低。这个变化很容易被忽视，但背后隐藏的风险可不小，及时查血检测是关键。有些降压药还可能引起皮肤的干燥或瘙痒，甚至出现轻微的水肿。这些表面现象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，药物正在影响体液循环或过敏反应。这时候需要仔细观察症状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，如果长时间没有改善，说明身体可能对某种药物不耐受，需要尽快就医调整。用药期间，偶尔也会有患者出现视力模糊或头痛加重的现象，这可能是血压降得过快，导致脑部血液供应不足引发的不适感。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太频繁，但如果经常出现，就要引起重视，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药物剂量需要重新调整。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还需要注意情绪的变化。一些患者在用药后会出现莫名的焦虑或情绪低落，这可能与降压药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副作用有关。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，但同样需要关注。降压药虽然是帮助控制高血压的重要工具，但它并不是无副作用的。药物进入身体后会经过复杂的代谢过程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，身体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发出信号。关注这些信号并不意味着恐惧用药，而是提醒自己更加科学地管理健康。
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药物的益处与风险。血压稳了，身体也得跟着稳，健康才算真正有保障。3. 打破误区，降压药不是万能解药。很多人一听到高血压3个字，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吃药，好像只要有降压药就能高枕无忧。降压药固然重要，但它绝不是万能的解药。有人觉得高血压反正得靠药物控制，那干脆把生活里的那些麻烦事都省了。不少患者在服药后依然烟酒不断，大鱼大肉照样吃。他们认为只要血压表上的数字看起来正常，就说明一切都没问题。但事实却是，药物只能暂时压住血压，并不能解决引发高血压的根本原因。还有人觉得药物是医生开的，吃了就一定没问题，根本不用管细节。其实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药物的反应也会不一样。有些人对某些降压药不耐受，可能出现头晕、恶心、疲劳等副作用。还有些人可能因为药物剂量过高，导致血压降得过低，出现低血压相关的症状。如果只是埋头吃药而不观察身体的反应，可能错过了及时调整药物的机会。更有甚者，觉得自己血压稳定了，干脆擅自减量或者停药，这种做法非常危险。降压药的效果往往需要稳定剂量的支撑，一旦停药或者减量，血压会快速反弹，甚至引发严重的并发症。降压药虽不是万能的，但也绝非可有可无。要想真正稳住血压，不仅要按时按量服药，还需要从生活中入手，彻底改变不良的习惯，比如戒烟限酒、少盐少油、坚持运动。健康管理不是单靠一片药就能完成的，它需要患者长期的坚持和自律，更需要和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。降压药固然能帮你压住数字，但它解决不了你的日常生活问题。打破对降压药的依赖误区，把药物和健康习惯结合起来，血压稳了，身体强了，生活才能更安心。4. 养护你血管的几个方法。很多人一听医生说高血压需要长期服药，就觉得身体从此全靠药物撑着了。药物只是帮助你稳住血压的一部分，而真正能够护住血管、延长健康寿命的，是每天的生活习惯。养护血管的第一步是管住嘴。高血压患者的饮食讲究少和均衡，盐吃多了是加重血压的罪魁祸首。平时炒菜的时候盐尽量减半，买调味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少那2个字。多吃点蔬菜水果和粗粮，不仅能补充膳食纤维，还能帮助降低胆固醇，对控制血压有很大的帮助。养护血管的第2步是动起来。久坐不动不仅让血液循环变差，还会让血管的弹性越来越差。每天抽出30分钟的时间进行有氧运动。运动不仅能帮助消耗多余的脂肪，还能增强心肺功能，让血管更有韧性。睡眠质量对血管健康的影响也不可忽视。熬夜会让交感神经长期处于兴奋状态，从而导致血压波动。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，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情绪管理是第4步，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。过于紧张、焦虑或者长期处于压力状态，都会让血压飙升，甚至诱发心脑血管意外。学会调节情绪，保持乐观心态，可以让血管处于更放松的状态。培养一个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，比如画画、听音乐、种花草等，都是舒缓压力的好办法。4步养护看似简单，但坚持下来却很不容易。很多人往往把希望都寄托在药物上，却忽视了这些生活中的小事。其实，真正稳住血压、保护血管的核心，是每一天都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。好习惯就像一条看不见的安全带，每天系上它，血压才能稳稳当当的跑完全程。结语：长期服用降压药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对药物的依赖和对身体信号的忽视。高血压确实需要借助降压药来控制血压，但它不是万能的解药，更不能代替健康的生活方式。降压药虽然能暂时压住火头，但如果患者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药物上，而不去改变那些导致高血压的根本问题，比如不健康的饮食、缺乏运动和长期熬夜等，那么即使要吃得再规律，健康状况也很难真正改善。在长期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，留意身体的细微变化至关重要。肾功能异常、电解质紊乱、肝功能负担加重，
甚至情绪波动，都是身体可能发出的求救信号。这些信号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提醒患者及时与医生沟通，调整用药方案。只有将科学用药与健康管理结合起来，才能实现血压的长期稳定。